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5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恒大集团停止贷款付息，政府出手了啊。第二个，灭霸响指到澳门，改变赌牌规则，压制赌业。第三，中国经济8月份持续走弱啊。我们讲3个主题，其实今天新闻很多哈。那么，但是我们选最重要的3个吧。彭博社报道，住建部本周和这个恒大集团的部分债权银行开会，通知银行恒大不会支付本月20号即贷款半年或者是季度结息日到期的贷款利息啊。那么恒大集团正在和债权银行讨论贷款展期的事宜啊。那么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林辉9月15号在公布这个8月份统计数据经济统计数据的时候说，注意到最近网上的一些消息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出现一些困难，对于整个行业发展的影响还需要观察。从房地产市场运行来看，今年以来，随着各地区各部门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持续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整体运行保持平稳态势。那么他举了一些数据那么这个1到8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2年平均增长5.9%，回落1.1个百分点。然后销售额平均增长11.7%，回落1.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保持基本稳定那么1到8月份平均增长7.7%，比1到7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他说，这些情况表明，这个随着各方持续推进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抑制房地产市场不合理需求，保持正常需求释放。同时，房地产市场相关制度多主体供应那么房地产有望保持稳定这是这个统计局的发言人傅林辉做的回应。那么另外呢，标准普尔那么全球评级9月15号下调中国恒大集团及其子公司评级到 CC因为这个恒大的流动性似乎已经枯竭。恒大的这个标普针对恒大的报告指出，中国恒大集团的流动性和融资渠道正在严重萎缩。目前的状况是：第一，销售额大幅下滑；第二，现金余额持续下降；第三，持续使用实体房产进行结算。这个评级意味着恒大的未偿付债务的这个风险非常高，最终可能需要债务重组，恒大几乎确定会违约那么法国外贸银行也发表了一份报告说恒大的债务危机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持续下去，而且经济增长可能无法像过去一样这个填补损失。恒大最终可能被迫折价出售资产。由于公司规模庞大，寻找白武士是一场挑战在严格的监管环境下，中国房企正在面临3难境地借贷限制意味着房企很难获得资金为债务进行再融资，促使他们折价促销和快速周转，但价格下限使得出售库存换取现金并不容易。银行的按揭额度有限，购房者需要经历漫长而严格的审核才能获得贷款，这会使得购房需求减弱所以呢，这对房企来说，这意味着利润和还款的双重压力这个报告还指出，更重要的是，监管规定对房企高度依赖预售的问题也有所关注。房地产投资中的预售比例从2015年的39%已经增加到今年7月的54%，表明快速周转在业务运营中的重要性在上升。如果你没有办法快速运转，你这个企业就会遇到麻烦。
恒大就是现在这个麻烦啊。那么路透社说，针对预售杠杆和流动性三条红线，今年上半年64%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无法满足和预售相关的规定这个数字高于其他的2个指标。那么其中民企压力最大，表现最好的是央企，其次是地方国企。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央企能够满足全部政策的要求，那么达到64%，地方国企达26%，那么民企只有18%。那么法国外贸银行预计有更多的小型民营房企难以战胜监管收紧和利润下降的挑战，尤其是杠杆比较高的企业，它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要倒闭。那么这个外贸银行说，中国最显而易见的灰犀牛就是房地产行业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迫在眉睫的房地产行业的崩溃，并不是雷曼式的金融危机。如果恒大以低价卖房，可能会破坏房地产的价格体系，导致杠杆操作的开发商崩溃，使房地产行业陷入瘫痪。那么另外一个伦敦的独立分析师也说，这全部是外资机构的看法恒大的问题压制了整个房地产行业，银行的风险敞口也是牵连甚广。那么恒大去年8月份给广东省政府的一封信里面说，恒大的债务涉及了128家银行和超过120家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恒大不承认这封信，但是分析师都非常重视这封信那么当局开始推动开发商减债那么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分析师、所有的外资投行都认为政府不会救恒大原因有2个。第一个，恒大是民营企业那么这个政府救恒大的动力不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挽回恒大就要找到买家，这是思路，这都是一个正常面对债务危机的思路就是帮他找买家，帮他出售资产去挽救恒大那么似乎现在潜在的买家都要等恒大撑不住了的时候才出手这就是我们叫市场的思路但是政府的思路是另外一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所以呢，虽然目前各地恒大财富的投资者维权的浪潮持续高涨，但是呢，这个今日头条这媒体的9月14号刊登了一封恒大业主的来信，这封信的真假没有人知道，但这封信登出来是什么说法？这封信这么说，他说，作为恒大业主，我自愿放弃恒大财富5万的投资债权，这5万是我妈的钱。开始知道暴雷，老人家心情不好，好几天没有睡好。后来网上了解，恒大在教育、医疗、扶贫方面做了大量的善举。今天给我说，我表示支持。我2015年买的恒大的房子，现在已经涨了2.5倍。我说就买房子就买贵了，我说就买房子买贵了。困难方见人心，以实际行动支持恒大走出困境。个人选择不是水军和其他人无关。这篇文章呢，当然，这封信底下很多人在骂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媒体的态度。当然你可以登很多信，有很多恒大财富的这个投资者血泪控诉因为对他们来说损失巨大，有些人倾家荡产倾家荡产，你可以登出来，但也可以登这种信这种信反映了这个政府的态度，也反映了当然首先是媒体的态度，那也反映了政府的态度政府想搞死他，肯定不会让登这封信那么这是从恒大财富暴雷到现在
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分析一下啊。第一个，舆论上非常低调啊，官媒到目前为止没有大幅报道这个恒大财富投资者维权的新闻啊。那么基本上对恒大本身遇到的这个危机啊，这个债务危机也基本上非常的低调，这是第一个啊。政府非常的低调报道恒大的事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彭博社的态度来看啊，那么政府已经介入了恒大啊，那么住建部直接通知债权银行不付息啊，那这是政府介入的手法啊。你可以看啊，彭博的报道，它肯定是从哪儿得到的？从这个银行那边得到啊，银行那边得到。那么银行那边是能够得到通知，那么银行得到通知来自哪里？来住建部。那说明什么？说明住建部已经介入到这个具体的事情当中去。所以你可以看啊，投行们的看法是从一个市场的角度去分析，就是说，你现在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恒大资产的买家，因为买家不愿意这个时候出手，买家通常会等恒大已经崩溃了，或者恒大已经破产，我再去买他的资产。我为什么现在去买？所以你会现在找不到买家。但是政府的切入的角度是什么？政府切入的角度就是摁住债权人，你只要把债权人摁住了，恒大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是债务危机。那么债务危机，我只要把这个短期债务到期的债务的人把他摁住，不让他要账，这债务危机不就控制住了？这是政府的思路。说明什么？说明政府不希望这个恒大崩溃，他要控制，他开始现在出手去控制恒大的这个局面啊。那么，所以其实在今年8月份，8月份的时候，恒大已经面临一个危机，就是支付危机的时候，到期危机的时候，政府已经做过一次这个事情，那么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摁住债权人啊。那么现在可行的方案是什么？可行的方案大概有几点啊。第一点，许家印出局啊。如果政府要控制恒大的局面，那肯定要让许家印出局啊，不可能政府在出手的时候还让许家印成为这个局面的受益者，那是不可能的。那第一件事情就会让许家印出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摁住了短期债权人，那么长期的债权人就好办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拆解恒大。那么如果要解决债务问题，那就要卖资产。卖资产，恒大现在还是有很多资产，那么但是现在不知道的是什么？恒大的窟窿到底有多大啊？所以肯定要控制住许家印，否则的话，他不知道这个恒大的这个债务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要控制住恒大的局面，就是一定要控制恒大的管理团队，否则的话，你不知道欠了多少钱，你不知道，你不能够确认这个债务的规模，那么你就要拆解恒大集团。恒大集团最值钱的就两个资产，一个资产就是土地储备，第二个资产就是在建的项目啊，这两个资产是最重要的，而这两个资产所有的开发商都感兴趣。只要政府出手控制局面，让这些开发商跑来认购，那理论上来说，开发商来认购，这个就能获得现金流，获得现金流就能解决现在的债务危机，解决债务危机后面的事情，就让谁的孩子谁抱走呗，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方向。这个操作呢有巨大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恒大有多大的债，如果政府出手的话，他就要背上剩下的问题啊。那如果住建部已经开始介入的话，说明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有剧本了啊，已经有剧本，就是之前已经，就是说我们说去年年底人民银行不做了一个
把这些债权银行找来做一个压力测试啊。那么另外一头呢，那住建部肯定要写一个剧本，就是恒大暴雷该怎么处理啊？应该有一个剧本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第五点，许家印的思路啊。我刚才前面讲的是政府的思路，政府的思路就是控制短债的债权人，然后就是控制许家印的管理团队啊，然后就是拆解恒大，然后找这些开发商，开发商这个时候肯定很积极啊，一方面低价买资产，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向政府博个表现啊，博个好脸色啊，以后现在有表现，以后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待遇啊，这个时候博个表现，然后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恒大，但是这里面最巨大风险是什么？政府如果出手，他就要背上，他要背上，你不知道后面的窟窿有多大啊，这是政府的思路啊。许家印的思路是什么？许家印思路是有长期的，有短期的啊。长期的思路就许家印，这两天我们在做这个恒大这个新闻的过程当中啊，我深深的被许家印的这个思路折服啊。许家印看到前面的首富的下场，所以许家印许家印对这个恒大的这家公司的定位非常厉害，他没有把这个恒大作为一个资产来经营啊。为什么？资产意味着什么？资产因为可以拿走的，一拿走你啥都没有啊，只要把你赶出去，你这个就白干了。所以许家印没有把这个恒大当做一个资产来经营，他就像那个马云阿里巴巴是一个资产啊，你要把他的股份弄掉，他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许家印没有把恒大当做资产，他当做什么？当做挣钱的平台，挣的钱就分掉，挣的钱就分掉。所以恒大没有积累，所以它不是资产。虽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土地储备，可是它有很多的债务，收支相抵，你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都不好说啊。所以快进快出，策略就是快进快出，定位就是平台，挣钱的平台。所以你把它定为，你把它看作是挣钱的平台，你就可以理解很多许家印的操作。什么操作？包括他老婆跑着去买这个自己公司的理财产品，高息嘛，高息25%，那还不去买？赶紧去买！为什么？如果是自家生意，是资产的话，我怎么会去挣自己公司的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得让别人去干。但是如果这是个挣钱的平台的话，那肯定要去买一下。这个思路你就能理解了。所以呢，许家印的思路就是挣钱平台啊，快进快出，做大规模。做大规模之后呢，他就可以拿着这个规模当做筹码跟政府博弈。所以你可以看，他现在你可以看许家印在这个危机当中，他不着急，没那么着急，没那么着急上火啊。你看，就是9月10号出来，到现在没出来过啊。所以呢，他也是安排好了的，他也是剧本写好的啊。你比如说许家印他在香港的房子，7月份他在香港的房子是用了一家公司来持有啊。香港他有两个在这个布利径山顶布利径，布利径是香港豪宅都是豪宅，全是豪宅，独立屋啊，独立屋香港有一个独立屋呢，就是他2个独立屋值15亿啊。他用一家公司叫巨山有限公司，持有其中最大的那个独立屋啊。这个最大独立屋呢，现在呢，在7月份呢，就把这董事呢换成了谁呢？换成了叫谭海军。谭海军住在深圳，据说谭海军是他的管家，管家当这个独立董事，当这个公司的董事啊，他就不当董事了，他就当老板啊，当投资者啊。那么谭海军呢，就是他的管家，帮他管各种事情。7月份做的变更啊，
可见这件事情已经开始，他已经做了准备啊。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现在最关键的是许家印肉身在哪里？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啊。好吧，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恒大。恒大现在出手了，这个局面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灭霸想指到澳门，改变赌牌规则，压制赌业。习近平的灭霸想指啊，那么上来就灭掉互联网，灭掉这个教培，灭掉网络游戏啊。现在灭什么呢？现在轮到了澳门的赌业。澳门政府9月14号宣布修改这个博彩法啊，就修改博彩法，进行45天的公众咨询，15天就是1个半月。这一声令下，这个澳门赌业股暴跌，那么市场一片哗然。9月15号，香港上市的这个赌业股啊，那么跌多少呢？新濠国际跌20%，澳博跌24%，金沙中国跌32%，永利跌28.97%，银河娱乐跌20%，美高梅中国跌26%，六只赌股一天蒸发1500亿。习近平这个响指很值钱，一个响指下来都是以1000亿为单位的市值蒸发。广东话的梗超啊，梗超就劲很厉害啊。那为什么这个股市反应这么大？因为这个修改这个博彩法，它内容就是4个字：限制赌博啊。这符合中共的政治取向啊，就是他认为不好的东西全部都要干掉。咨询内容9个重点。第一个，发牌数量啊，发牌数量就开始要首先是禁止用复牌的方式转让赌牌。什么叫赌牌？就是你开设赌场的许可证叫赌牌啊。那么设定发赌牌的数量啊，而且要考虑少一点，别那么多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发牌的这个牌照的期限不多于20年啊。那么给你一张牌照不多于20年啊，这有点像中国卖房子，房产不超过70年。中共呢要把这时间缩得越短越好，越短越好，越能折腾你啊。20年，延期不超过5年啊，那就然后就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监管啊，开始增加对发赌牌的这个公司的监管要求啊，提高监管要求。然后呢，就开始还要派政府的代表到这个发牌公司里面去，就是你公司里面要有设我们政府的代表，这以前想都没敢想过的事情啊，全部都出来了啊。然后呢，1、2、3、4、5、6、7、8，总共是9个，还开始设定明确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制度啊，这全部都是共产党的套路啊。那摩根大通反映分析，他说这个文件方向是什么？方向第一，香港的赌博行业将面临严格的资本管制，直接监管操作，加强问责方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行业未来运营不明朗啊，投资者不安，然后就这个赌业股的估值就降低。然后第三，情况最快要到明年才会明朗，所以整个行业投资的评级和估值都要下降啊。这个瑞信认为，这个博彩法咨询和中央对互联网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是一样的路子啊。那么澳门政府可能使用同样的方向加强监管啊。发牌公司注资，澳门人持股要求，派息审批，
政府派代表加入董事会，新增加的这个刑事责任，都是市场最忧虑的部分啊，等等啊。那么彭博社说，中国式的监管似乎终于到了澳门啊。那么对于澳门严苛的独裁法修订，业内人士感到沮丧。那么赌业是澳门最大也是唯一的支柱产业。那么去年澳门的 GDP 是1944亿澳门元，那么跌了56%，去年跌了一半 ，GDP 跌了一半。原因是因为疫情啊，疫情游客大幅减少，那么中国游客减少83%，只去了475万，已经占游客的80%。那么去年博彩行业的毛利累计收入是604亿，比2019年下跌了80%啊，博彩行业毛利跌了80%。那么今年的第一季度啊，那么博彩的毛收入占 GDP 40%啊，博彩业的兴衰直接影响澳门的经济啊。那么澳门的赌牌呢，这个故事呢，就从这个何鸿燊开始讲啊。何鸿燊呢，就是澳门博彩的这个就是总经理，他一直是总经理，所以大家一说这个澳博，就想到何鸿燊。其实大股东是谁？其实大股东是爱国商人霍英东啊。那么澳博是香港的资金啊，所以主要股东是谁呢？何鸿燊啊，那当然其实最大股东是霍英东、何鸿燊、叶汉、叶德利啊，这是他的主要股东啊。那么他们最早是投到了这个赌牌，1961年就投到的澳博，所以澳博垄断这个澳门博彩业40年，垄断了40年。那么到2007年，澳门重新制定这个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规定啊，那么就是新的这个博彩业，当时就规定可以最多出3个赌牌啊。那么到了2002年2002年，澳门政府批出三个赌牌，一个是澳博，一个是永利，一个是银河啊。牌照的期限是2022年啊。那么到了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澳门的这个博彩行业，一个是港资啊，当然澳门本地啊，港资其实就是澳门本地，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啊，美国的还有谁啊？金沙、永利啊，都是美国的资金啊。那这次呢，这个响指下来以后啊，澳门的赌场有多少从业人员呢？澳门的赌场有82000澳门赌场的从业人员，澳门的人口是64万啊。那么现在如果你去打击它的赌业的话，那基本上澳门的整个经济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澳门的美誉叫东方拉斯维加斯啊，这就是澳门。但澳门这件事情我们会继续关注啊。那么8月份的统计数据我们再说说啊。8月份的统计数据刚刚公布，国家统计局啊，那么受到这个疫情反弹啊，8月份有几个主要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疫情反弹啊，其实疫情反弹从五月份就没有停过，5月、6月、7月、8月都有啊，疫情反弹。第二个是限产啊，限产。第三个就是8月份开始呢，去年的基数就开始上来了啊，基本上上来，所以呢基数也有影响，所以整个的经济指标除了出口，所有的经济指标全部都放缓。放缓的最厉害的是什么？消费，所以经济开始走弱啊。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这个傅林辉说这个受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国内疫情汛情冲击和上年同期基数抬升等因素影响，8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度有所回落从2年平均增速来看保持稳定那么几个数据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就业就业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和7月份持平。那么其中呢，31个大中城市城市调查失业率上升0.1个百分点到 5.1%高于总体水平，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近期部分行业整顿对大城市就业的冲击核心什么？核心当然是教培那么25岁到59岁人口的失业率是 4.3%， 上升 0.1%。16到24岁这个失业率比7月份下降 0.9个百分点，但仍然达到 15.3%， 显示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就业第二个就是固定投资，1到8月份比1到7月份下跌 1.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什么？一个是投资消费，8月份商品零售总额增长 0.5%， 比7月份下降6个百分点是2020年9月份以来的最低点，只有 2.5%。2年平均增速是 1.5%低于7月份的 2.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 0.9%， 就是没增长所以消费非常差。消费的表现明显低于预期财新网对16家国内外机构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认为预测这个8月份的消费数据是 2.5% 到 10.3%那么也就是说8月份的消费落在了预测的区间的下限，就是 2.5%那么傅林辉说这个销售的增速的回落幅度的确比较大，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疫情还有汛情水灾疫情多点发生，然后居民出行减少，暑期消费受到一定影响，同时也有这个去年的基数上升的因素那么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速在2020年的8月首次由降转升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限产8月份全国粗钢产量是8324万吨那么同比下降，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3.2%， 环比是比上个月下降了 4.1%。那么粗钢下降意味着什么？铁矿石需求下降，所以铁矿石的价格9月15号是692.5元一吨，比9月初下跌 9.5%， 比年初下跌 32%所以跌了1/3比5月份的最高点下跌 49%跌得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全国房价拐点显现这个题目是谁出的？这个题目是财新网的标题，说全国房价拐点显现，房价上涨城市的数量骤跌那大体上就是这样，我就具体我就不念了，大家可以去看数据数据太多会让人睡着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3个主题。第一个，恒大政府出手政府的出手意味着政府准备控制恒大的这件事，恒大这个暴雷的局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灭霸响指，习近平的灭霸响指伸到了澳门，要控制澳门的赌业。所以澳门的这个赌业股暴跌 30%那么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8月份
8月份的数据经济数据反映经济持续在走弱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明谢 Ancon 谢谢。丹 Lumian 啊，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读，是法语吗？是啊，丹谢谢啊。情况观点，要是恒大真的倒下，不单单影响经济，还会对就业造成巨大的冲击。恒大工作的人们将涌向社会，行业内选择更多，优胜劣汰更加明显。一些经验不足、学历不够高的人将面临失业风险，真是一个企业影响了一个社会。恒大有14万人啊，恒大本身的企业有14万人。恒大整个的上下游产业链有影响多少人？300万人啊。观点：谁超过万科，谁就会很快倒灶，因为万科本身资金雄厚，财务成本很低，规模做得又很大，管理能力也很强。其他公司业绩超过它，一定是走钢丝，非常危险，肯定暴雷。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啊。恒大的万科固然条件不错啊，万科是条件挺好的，但是万科有万科的问题啊，万科有万科的问题啊。情况，我家保姆19年给他儿子在天津买的恒大7房，原计划明年交房，今天他说已经停工了，买房的业主已经建群准备维权。他家花光储蓄买房，如今有可能打水漂，看着实在可怜。观点：恒大金服没有发行理财产品的资质，有可能定为违法集资，有人要进监狱啊。理论上来说，恒大财富，在没有理财资质的发行理财资质的情况下做这个动作，本身是违法。违法理论上来说，证监会应该执法。证监会等这件事情爆雷到现在都不说话，说明什么？说明政府不想这件事情扩散就是这样。所以这叫有法不依有法不执法情绪，今年最惨的家庭，老公房产失业，老婆教培失业，买了恒大的房子，抄底了中概股、互联网股，还意外有了3胎是真的吗？这家人得去买点六合彩。提问，请问王老师，同行开发商怎么接恒大的盘？同行的现金流在三条红线政策后，应该也蛮吃尽责的吧？国企啊，国企的那几家央企资金状况还不错而且只要银行肯放贷，跟银行，所以为什么政府要把重要的资源都握在自己手里？这个时候政府手里的资源不就管用了吗？跟银行打招呼，你给钱给谁去买它，把价格压得很低不就行了吗？这事儿很容易办的啊。请问王老师，恒大风暴的影响是否像08年金融风暴扩及全世界，还是仅限于中国？我们继续跟进吧。这件事情看看它往后走是怎么个走法如果真的如果这个政府去控制这个局面，让这个开发商去买他的资产你不复杂这个事儿。刚才的网友不说万科吗？万科有钱，让万科买呗不用整体接，不整体接，一个楼盘一个楼盘卖掉不就行了吗？对吧？真不复杂，真不复杂。提问，请问王先生，中国房价有没有可能出现长期缓慢下降，而不是直接崩掉？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做到？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一直在等，
等有人问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今天聊一下这个问题啊，关于房地产，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我们其实在之前讲过一个中国房地产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啊，就我们讲史诗级别的拐点。前提是什么？前提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大家要知道，在2019年人民银行的调查当中啊，中国的城市的居民，他的房屋拥有量已经达到了96%，也就是说100个家庭，96个家庭已经拥有房产，而且中国城市家庭拥有房产的数量是1.5套，就是平均一家人有1.5套房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其实中国的城市人口100个家庭里面只有4个家庭是没有房子，在租房子啊，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流动人口。所以呢，它的需求是有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要打击房地产，不让它继续涨。房地产继续涨的动力来自哪里？可见它不是刚需。很多人经常讲房地产是刚需，其实你看这个数据你就知道，中国房地产的购买并不是属于刚需，刚需只有4%，其他的都是不是刚需，但是属于什么？我们叫房地产信仰。房地产信仰就是这么多年持续房价上涨、需求不断增加的原因。其实他房子已经有了，他对房地产有信仰，他觉得房价要涨，觉得房价一直会涨，而且一直会涨下去，那怎么办？他有钱就去买房，有钱就去买房，而且不断的证明他是对的，市场不断的证明，因为房价涨了20年，这就是非常牢固的房地产信仰。房地产信仰是政府这个阶段调控房价的敌人。为什么？政府不想让房子涨，他只想让房子稳定，当然他也不想让房子暴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办呢？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真正要做决定性的改变是什么？就要打掉房地产信仰。你不打掉房地产信仰，你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你怎么调控都没有用，因为老百姓觉得房价会涨，那他有钱他就会去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么如果政府就面临一个非常难办的这个局面，你不打掉房地产信仰，你房地产调控无效，但是你打掉房地产信仰，你可能房价直线下跌。为什么？就我刚才讲，为什么上来就要讲中国城市的这个房屋拥有率，自己拥有的，中国城市居民的房屋拥有率已经达到96%，所以实际上你看，中国城市基本上是供过于求，房地产的供应，房屋供应这个供大于求。那好，如果如果中国的居民他的房地产信仰被打掉，他还买房子吗？他当然不买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了呀，他已经有了一套半了，他买什么买？他不卖就不错了，他可能翻过手来就开始卖了。为什么？因为信仰没有了。当他信仰了没有的时候，他手上多半套房，他就开始卖这半套房。所有人都在卖那半套房的时候，市场供应不就增加了吗？房价不就直线下跌吗？所以政府的难办之处在哪里？他不打掉这个信仰，房价控制不住，一直会涨。他要是打掉这个信仰，房价就会直线跌下来。这就是政府当然很希望房价叫软着陆。什么叫软着陆？就慢慢掉，慢慢撒气儿。谁不想？谁都想，做不到。市场经济做不到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可以看，当房价一出现拐点的时候，市场就帮忙把老百姓的房地产信仰给打掉。就是当你房价开始出现拐点，大家都看到了房价跌了，
房价跌的信仰就没了，信仰没了那就赶紧卖了，这就是现在这个局面，这个局面是非常危险的局面，就是你不打掉信仰，房价涨；你不打掉了信仰，房价就狂跌。提问王先生好，我国内的亲戚学区房卖不出去了，说是银行贷款没配额，二手房不给贷款，中介说要等明年银行有新的配额才能卖。请问王老师，这种情况是不是国家怕房价跌，故意不给银行贷款去配额，让老百姓房子有价卖不出去？他基本上现在的策略就是这样，二手房贷款就不怎么搞，不怎么搞呢，配额这个银行的贷款给谁呢？给一手房，一手房让开发商去库存，老百姓手上的房子就闷在手里，闷在手里就卖不出去啊。那这样的话呢，不是控制房价跌的问题，它是控制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的问题。这个手法呢，非常的粗糙，而且后果很严重，因为房价会跌的你都不认得，你信不信啊？情况恒大的期房太多了，在成都的亲戚好几个买了，因为前几年有销售打电话推销12000的卖7000，他们就买了，现在都在担心拿不到房子。提问，请问王老师，习近平是不是在进行一种经济上的戒严？我觉得戒严还是不准确，他在经济上的一个癫痫吧，我觉得癫痫更准确一点。观点：如果 CCP 修改澳门博彩业规则，很多外资将不敢去澳门投资，从而影响就业率，游客也不能在那好好玩耍。观点：澳门现在3主3副，估计只剩下2个，全部都由中资控制。结合最近大力鼓吹横琴，估计 CCP 想把澳门的重心从赌业改成金融中心。好，不过以现在的态势来看，这个愿景不会成功啊。好吧。情况坐标国内新2线城市。前天本城市发行了政府债券，弟弟在银行工作，3年利息2.8%，根本没人买。然后银行内部开始叫职工买，父母无奈给政府买单。OK， 提问，请问王老师，灭霸响指是不是只针对外国资本？虽然自己也会有损失，但是对华尔街那些投资者来说，损失更大。其手里实在没有制约美国的砝码，只有杀敌1000自损10000的方式了。也不是，灭霸想指你现在澳门怎么会只灭外国资本呢？都灭，团灭，不管哪儿的投资者全灭。你看，比如说教培股呢，只有华尔街买，中国投资者一大把呢。你看看多少炒美股的啊？情况，据朋友说，深圳、惠州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搞选举，说在科室里选几个人去投票，但是投啥不告诉你，只告诉你什么时候去选几个人去投票。很显然，这是个假选举。请问王婶 ，CCP 这个时间点搞假选举是做给谁看？不怕大家选举意识的觉醒吗？我不知道，没法评，没听说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理解。情况，今天我们公司要求填思想状况及意识形态调查问卷，要求填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优越，是否认同，对当前制度有没有信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本人有多远，如何看待意识形态斗争等，一共50多题选择，60都是这类问题。这就开始进行意识形态控制。情况，澳大利亚即将宣布放弃采购法国常规动力潜艇，转而和英美合作研制核动力潜艇。OK， 情况，澳洲媒体透露，澳洲紧急召开内阁会议，并召集反对党领袖开会。据报道，目前澳洲防长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在华盛顿和美方开会。美国、澳洲、英国有可能会联合发布重大国家安全政策，可能与南海与台湾有关。OK，
观点：不同领导人有不同的取向，江泽民能够容忍博彩，习近平看不顺眼啊。观点，这不一样，不一样，不是容不容忍的问题，是作风的取向的问题啊。就是说，他根本就是习近平他不是看不顺眼赌博的问题啊，他是看不顺眼所有的和他不同的东西，全部都要灭掉啊。观点：上礼拜刚刚结束的澳门选举，投票率创新低，连 BBC 都有报道。怪异的是，期间连我女儿的澳门幼儿园老师都打电话希望我夫妇去投票，看来是非常重视这次投票率。投谁倒是不要紧，但是这种创新低的投票率，估计是 CCP 灵敏精准的闻到了像澳门人的倾向的问题。澳门人心倾向哪个方向，角度多少？CCP 本身是测量的高精尖仪器，引起了 CCP 的警觉，立刻来整。OK， 提问：很多朋友在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上班，但是他们买不起当地的房子，就回父母所在的3、4线城市买房子结婚，然后在工作地租房结婚。请问王老师，这是不是说明新一线或者是一线城市购买需求还是很高的，但是3、4线已经饱和了？新一线我就不讨论，新一线跟一线不一样，一线还是一线，新一线就是2线或者3线城市嘛，干嘛叫新一线？你就做2线不就完了吗？一线城市的购房需求很高吗？我也不觉得，一样的道理。一线城市，当然每个城市都会有买房的需求啊。那么买房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有投资需求，有居住需求。那么你有朋友想在一线城市买不起，就跑到3、4线城市去买。那么也有人在一线城市买得起，就在一线城市买。我们现在讲的情况是什么？我们讲的都是去掉这个完整陈述，我们只讲我们问题的看法。所以如果你要让我讲的周延一点，那我就讲的当然就会很长啊。就是说，比如说一线城市，一线城市有没有本地需求？当然有。有没有结婚的需求？当然有。有没有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当然也有。但是呢，这些需求和它的整体供应来说，那有很大的差距啊。为什么？因为你去房地产中介看一下，那么有大量的市场供应在那里，那么有需求不一定就能够解决问题，因为供应量更大。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你有朋友，他的孩子在一线城市有需求，所以就有需求，不是这样。市场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均衡。需求大于供应的时候，房价会涨；供应大于需求的时候，房价会跌。你把这个道理讲明白就可以了。你不能讲有没有需求，需求都是有的，永远都会有，永远都会有需求。但是需求是不是足够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需求高不高？需求很高，没问题。供应量更高呢，那不就完了吗？情况和国内的亲戚聊天得知，他所在的大型国企已经数月无法按时发放工资。另外，国企拖欠政府社保和医保数亿元，导致政府公立医院拒绝接受该国企员工的医保卡，部分退休国企员工无法领退休金。现在这种情况，国企你要看什么样的国企，国企也有3、6、9等啊。那么有些国企，经营状况不好的，这种情况很多啊。提问：王老师好，我生活在县城，34岁，县里1套房，1辆宝马3系，85万银行存款，无负债，
一年有20多万的收入，现在特别焦虑，感觉周围全是有钱人，不管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感觉处处不如人。本想这样安逸的过下去，可是生活中处处充斥着成功，动不动就要有副业，看着别人挣钱特别容易，好几套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混得太差，按理来说我现在应该还不错，为什么有上述感觉啊？你如果有这样的有85万现金啊，县里有一套房，还有一辆宝马，一年有20多万的收入啊，一年只要花个几万块钱就够了，你为什么还焦虑呢？我不知道你焦虑是什么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凡尔赛了啊。这种凡尔赛呢，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按道理来说，你身边的人都比你活得好，那你那个县的经济应该非常非常的好。那可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并不是这样，有很多的人的情况非常的糟糕。那我就不理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还要这样子来焦虑呢？你是说给我们大家听的吗？好吧，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心态放平啊。观点：澳门的人均 GDP 高达8万美元，位列世界第3，依靠的就是博彩业的繁荣，这也是中共默许的，目的是做个示范给香港看。现在既然已经在香港撕破脸，那么中共就不再需要养着澳门，自然就不会容许博彩这种与党性相冲突的东西发展下去。而澳门没有别的产业，所以澳门的前景可以说的是荣光不再，非常精彩。这个评论提问：今天的《华盛顿邮报》前国防部官员打电话给中共的军方的情况，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这个不是华盛顿邮报是转载了一本书啊，那本书是在讲，这个情况，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描述是不是准确的啊？我怀疑这个描述是不是准确的。理论上来说，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不应该和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军方联系。理论上来说，应该由国防部长和对方联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的任务是打仗，指挥军队，他没有这样的职权去做这个动作。那么当然，军队跟军队之间是有一些联系的模式，那个联系模式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那是技术层面的。那么这个动作呢是有政治含义啊。那么这个政治含义，老实讲呢，我是有点怀疑这个新闻的可靠性，因为你要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大，那这个重大的事情。用一本这样的书的方式来揭发，当然是可行，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等待更多的细节和当事人来出面来澄清这件事情，我们再去做个判断会比较好。我在这个阶段，我不想做任何的判断啊。提问：某银行有恒大上游企业供应链融资业务，因为恒大债务危机，大部分贷款出现逾期。原计划办理展期突然叫停，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政府放弃救恒大的信号吗？我不知道。银行有融资业务，准备展期，然后突然叫停，谁叫停？谁叫的停？原计划展期，那怎么个展？怎么叫停？你能讲具体一点吗？我不知道怎么判断啊。观点：中国房地产捆绑了很多东西，最主要是户籍和学区。为了孩子有更大的发展，才会去买房子。中国投资者把房子当作保值的唯一渠道，其他投资渠道都是被割韭菜的命。嗯，过于笼统啊。房子不是唯一的渠道，当然不是投资唯一的渠道。那很多人把这个当做一个理由，其实不是理由，这是借口而已。好，明线 Jenny Lee，谢谢。
Lim Rongji，谢谢Warren Wong，谢谢提问，请问王老师，这些人这样搞，以后上海的房地产还有前景吗？恒大、搜狐转这么多钱到海外，你觉得习有没有办法拿回来？我不知道，习有没有办法拿回来？转这么多钱到海外，这不是转很多钱到海外的问题。大家知道，你要一大笔这些钱去海外，你必须符合外汇管理局的规定啊。那么，如果他不符合规定的话，这钱是转不出去的。所以比如说我投资，我是个外国投资者，我在中国买了中国的股票，那分红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个钱汇到海外去，可以吗？当然可以，否则为什么投资者会买中国股票？所以你这个上来就说恒大、搜狐转那么多钱到海外，那你就要看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笼统的就这么说啊。Jack Pin，谢谢 TT，谢谢提问。蔡英文刚就任总统时，曾经提出打房三建的政策，试图压制台湾的房价。可是现在到了第二个任期，房市依然上涨。我认为高房价造成台湾低薪和少子化的原因，相较于企业贷款对经济产生的正面循环，房屋贷款则是负面的。请问王老师，德国与日本的房市生态难道不是比较健康的模式吗？我们很多用房价低作为一个福利，每个国家的经济形态不一样啊。那么，如果你觉得日本的房市的形态更健康的话，那我可以跟你讲，它房子掉下来对日本的经济有多大的打击，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个单一的指标去衡量一个房地产市场的状况对经济的影响啊。房地产如果没有房地产，中国没有今天的经济成果，所以房地产对中国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这个没有疑问啊。只是当房地产来到一个现在这个局面的时候，它已经失控了。所以我们不能说房地产就是个不好的东西，不是的，房地产是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它是一个支柱产业，非常重要。但是当房屋的价格涨到一个这样的水平的时候，那政府就很难办了。所以中国的房价有很多的因素构成啊，土地制度这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就是金融制度啊，这也很重要，货币制度、金融制度，然后就是市场的运行制度都影响都非常大。所以你问我一个单一的因素，其实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跟房地产有关的因素非常非常的多，好吗？老基川，谢谢。好，我们老基川，好吗？那么谢谢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